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。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间一切不可以进来。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，剩低我和我是同类？留下绝密事情纏结在心里，梦想要拼命去追。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將解了鎖。誰想等失去那天，悔不當初。我彷彿從頭活過，仿似一生為了什麼？不必怕闖禍，無懼燒起火。每次劲风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，我就要出来替他善后。但是我没想到，这次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那个最明白我的女生，真的是你。你还好吗？能站起来吗？来，小心。是你放的炸弹。慢等，慢等。人的认知总会带着偏见。所以，当他认为我曾经放过榨菜炸弹，我就一定是一个惯犯。不好意思，刚才那个拆弹专家情况怎么样？他炸成那样已经死了。罗森，你没事吧？我想见阿婷最后一面。这个火龙章是阿婷的，你跟他以前是 EOD 最佳搭档，你肯定希望保管他，留个纪念。师兄，有没有看到叶劲风？哎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我到处找你。你别靠过来啊！怎么了？你刚才被炸弹炸傻了？切！你很冷吗？你能不能把外套还给我？你怎么这么弱啊？刚才说自己是大力水手。谢谢。你老大呢，应该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所以想放个炸弹收拾我们。警察很快就会找我们，我跟你的说法要一致，都说是他做的。现在炸死了一个警察，闯了大祸，肯定要他负责。这张 SD 卡是我车上的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之前说我的行车记录仪坏了，刚才那么快上车，你在偷拍我？你觉得我偷拍了你什么？我跟你的事，你想拍什么？这个劲风，我每天都会带着这个，还没用，代表我还没有跟你那个，所以里面可能录了你跟另一个人，你才会这么担心呢。老大，怎么，很想要吗？来啊！你拿我就很非礼。刚才新闻已经报了我们所谓的奸情，你应该早就跑路才对。但是你现在还敢把事情闹大，代表这张 SD 卡很重要。所以他可能除了拍到老大想抓的奸夫之外，还可能拍到装炸弹的人。非礼啊！非礼啊！非礼啊！如果我能把劲风叫出来，把答案写在另一只手上，刘彦星就不会再怀疑我。我真的不想小说的女主角拘捕作者那么荒谬。
喂，Hello，我医生。哇，时间刚刚好。哇，闹钟都没你这么准时。40块钱。谢谢。好，搞定。谢谢帅哥，别客气，拜拜。韦医生，喂，见了你太好了。找我。最近呢，我家每天晚上厕所里面经常传来女人的哭声，害我晚上老是睡不着。你觉得我是遇到鬼，还是思觉失调啊？你是不是住在西华大厦12楼第1室？是啊。刚刚在上个月呢，有一位凤姐搬到你楼上的那个房间做1楼一凤。你也知道凤姐很专业，对吧？她的叫声呢，通过那根水管同时混杂水声传出来，就像鬼哭一样。真的吗？你常去光顾？她来找我，你也知道，她每天都要面对不同客人的需要，压力很大的嘛。是我让她扯破喉咙大声叫，这样才可以减压嘛。扯破喉咙大声叫可以减压吗？当然了。那很多心理疾病呢，都是来自压抑，但是我们有天然疗法，就是使劲还有拼命的大叫。那你看那边的猪肉龙，哇，多使劲剁肉啊！那边的菠菜莲，喂，过来看，过来挑啊！美女，你要的肉排呀？左掌锅很新鲜。身心多舒畅，你看他们2个啊，有道理。拜拜。超哥，吃饭啊？够不够吃啊？哇，那么少哪儿吃得饱啊？来，我买了刚出炉的蛋挞，来加菜加菜。好不好吃啊？你的药盒满的，没吃药，没去拿回冲复诊吗？不止和院呢，这药很难吃。说实话，来，我那边的药呢，好吃多了，容易入口啊。来，再给你一个，吃药好得快。他没回我。你总是说晋峰他不肯出来，有没有让他看好东西啊？我已经看到想吐了，他都不肯出来呀。不会吧，想吐？其实你们2个除了用左右手沟通之外，还有没有用其他方法？我还会把我们的经历写成侦探小说跟他沟通的。我写的结构严谨，接近真实。他喜欢改的天花乱坠，情节乱七八糟的。这个不难理解。你呢？习惯用右手，就是左脑驱动，代表你擅长文字语言、逻辑推论。OK， 而他呢，晋峰习惯用左手，右脑驱动，这就代表他想象力非常的丰富，比较注重情感。也很容易受情绪的冲击。你是在他14岁的时候衍生出来的，作用呢，就是利用你的机智、冷静，帮助他承受着情感上的痛苦，还有创伤。多重人格的学名是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。有研究说是聪明的小孩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时的终极生存机制。幸亏有我，晋峰才不至于崩溃，可以继续生存。放松点。谢谢。我不信爆炸案是晋峰做的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我想他应该在调查什么秘密。你经常自己一个人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孤独？其实这些都不重要。妹妹，我很少见她，
你是怕跟他建立兄妹关系之后舍不得放手？没有亲情，没有爱情，就不会有牵挂。我也会有更多时间学我自己想学的东西。所以你学犯罪心理学还有笔迹分析，就是为了当初这个秘密。你学的所有东西，都是为了金峰。我哪有那么伟大？我只是对他的事感到好奇。哎，原来劲峰曾经在 Facebook 上给朗晴留言，跟他道歉，还说赔一部新手机给他。但是朗晴一直没有回复，很少会这样的。他发的时间，正好跟他失踪的时间差不多。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，怀疑是血字连环杀手做的。我也有研究这个案子。朗晴，今天早上5点，有清洁工在花店附近的巷子发现叶朗晴，她当时昏迷不醒，裙子被撕破了，医院替她做了检查，没有被性侵。你发的那张照片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我想问一下，伤者的脖子上有没有勒痕？还有他的小手指有没有被切掉？脖子有被勒过的痕迹，10根手指都在，完整无缺。但是他背上也被人写上了红色的字。从这张照片看呢，就不像是血。化验过，是受害人所用的唇膏。你看是不是你研究了很久的血字连环杀手做的？哦，这个呢，我要见了受害人才可以回答你。他虽然醒了，但是怎么问都不肯回答。看你有没有方法让他说出来。陈 Sir， 叶朗晴，你是不是叶朗晴啊？叶朗晴，叫你啊。小心，行，不要紧。哎，原来我的手表在这儿啊！我小时候没有手表，也是这样在手腕上咬一口，手表就出现了，像不像？你没看到现在几点？现在是8点半了，你也累了，该睡觉了吧？8点半，该睡觉了。喂，叶小姐，麻烦你合作一点。行，出去再说。谢谢麦当。来，之前每个受害人都死了，只有这次他还活着。我急着请你来，是让你让他做笔录，为什么这么做？陈 Sir， 你有没有看到几点？你当我神经病？那，你这种呢，就是一般人没耐性的反应。但是叶朗晴呢，他相信现在是8点半，那你觉得他的口供可不可信？按照他现在的情况，我觉得需要安排他进精神病院做一个全面的治疗。先不说这个，你之前不是写过几篇血字裸尸案的研究论文吗？聂山又找你当过顾问，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的看法。你认为，是不是同一个凶手呢？我想请问聂山现在哪儿？你先不要管聂山，他有躁郁症，他在放年假，我才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。明白。其实呢，聂山的躁郁症呢已经完全治好了。那其实一般人呢都会误解，以为精神病呢就是一辈子的。其实精神病跟感冒发烧，我说了，先别说这个，我要的是线索。陈 Sir， 其实你平时是不是很喜欢这样打断别人说话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你真的是有问题呀！说了不是就不是，有什么问题？问题真的很严重。那上面有我的地址，有空呢找我聊一聊，对你有帮助的。神经病！你不是想知道凶手跟当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吗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
来，过来，给你看些资料。来，怎么样，专家？对这些血字有什么看法？其实我一直呢研究的笔记都是写在纸上的，很少研究写在皮肤上的，因为很不一样。那我举个例子啊，例如这个字，如果我写在纸上，这一笔应该是连笔的，但如果我写在皮肤上呢，就会因为皮肤的弹性，笔尖会被卡住，也就是在拐弯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分成2笔去写，笔记就已经很不一样。那么，如果他不是用笔，而是用手指写呢？如果用手指的话，我想我需要时间研究一下。以犯罪心理学来分析，一般连环杀手都会留下他的个人标记。这一次呢，他没有把朗晴的手指切下来用来写险字，也没有杀害朗晴。那我就跟陈 Sir 说，我不敢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做的，所以他很快认定是模仿者，然后走了。这个案子其实还有很多的疑点啊。你刚才跟我说，你说警方现在已经找到朗晴给花店的留言，还有以妈妈的名义送出的花篮，所以我估计应该是靳峰骂了朗晴，还弄坏了朗晴的手机，害他出事的时候没办法报警。而靳峰他很内疚，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这件事，所以就没再出来了。你应该马上把眼镜摘下来，装左撇子。啊？我想靳峰不会再出来。你自己要考虑清楚，被人知道之后会有什么后果。双重人格不能当警察，还会被当成神经病关在精神病院。没错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演靳峰，你就是靳峰。你要学他用右脑思考，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那不然你那位女拆弹专家来抓你的话，你就准备下半辈子待在监牢里，用左手吃饭了。楼上什么情况？已经进入目标单位，暂时没有发现。收到，小心点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演靳峰，你就是靳峰。你要学他用右脑思考，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房子里有炸弹，不要联系任何人，穿上钉子裤，戴上耳机，我告诉你炸弹在哪里。Madam 辛，有什么发现？暂时没有发现。我穿上钉子裤了，你没有说要穿在哪里？说，炸弹在哪里？
丁字裤，你真调皮，炸弹就在你脚边。你别想骗我，丁字裤，你耳机里的人应该是江正勋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习惯用右手，但是你耳机戴在左边，表示是别人帮你戴的。帮你戴的人很细心，还帮你弄好头发。你对他非常信任，他身高应该有1.8米，但是听你的语气呢，他的职级应该是总督察，所以以我的推测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江正勋，对吧？你已经看了协和里的笔记了吧？那本是卧底日记。你现在安全屋，所以你已经知道，其实我也是警察。我从来没见过卧底会轻易让人看日记，暴露安全屋的位置。看来你的安全屋很久没用过了。你现在一直失联，甚至变节了。不是变节，那天在医院就不会逃走。就算真的是警察，你也可以放炸弹。哦，你还挺聪明。这么说，你已经猜到，其实放炸弹的人也可以是警察。那我暴露了我的秘密，甚至我的身体，跟你坦荡荡说话，毫不遮掩。你这样穿丁字裤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不是跟你裸聊。哇，你生气的样子更性感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是卧底？我怕我死了之后没人知道我的真正身份。你怕有人害你？好，我保护你。你说为什么放炸弹？炸弹不是我放的，是我 handler 放的，江正勋。不可能。江 Sir， 楼上会不会出事了？有没有证据？我有。廖流星，你没事吧？目标单位 clear， 没有发现爆炸品，正想通知你。OK， 剩下的我处理。还给你。从第一眼看到你开始，你就最明白我。这2句话我一直藏在心里，没有跟你说，但是我会写在小说里。还有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。不顾危险，大胆约他见面，是劲风的右脑思维，但是查案还是要靠左脑的逻辑推理。叶劲风，你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？我也是警察，看到同僚牺牲，我也很难过。你也敬杨 Sir 一杯啊！你们 EOD 不是有这样的传统吗？再不然，没良心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一起帮杨 Sir 找出真凶。好啊！别耍花招！喂，你快出来！我打不过他！我跑啊！还想往哪跑？我没想跑啊，Madam， 如果我想跑的话，我就不会约你来案发现场了，对吧？我约你来这里，我是想让你看证据啊。凶手在爆炸的时候一定会挑最有利的位置观察现场，江 Sir 就在你后面，他就在那个位置，他当时还可以控制整个行动，而最可疑的就是他在爆炸的时候突然失踪了，一直到医院才再次出现。为什么那么晚才在医院出现啊？你想想啊！干炒牛河。知道为什么等那么久才上菜吗？因为厨师想省功夫省煤气，
所以等其他客人点才一起炒。聪明。同一个道理，为什么不做2个遥控炸弹？不是更省功夫？因为第一个松发式炸弹只是烟幕，如果2个都是遥控炸弹的话 ，EOD 拆第一个炸弹的时候用无线电干扰附近的信号，就会阻止第2个炸弹爆炸。仔细想想，其实那个松发式炸弹不算难拆，坐在上面的人也算安全。当把你安全救出去之后，他看到的目标人物就是我们 EOD 的兄弟，还有其他同僚进入爆炸范围，采用遥控引爆炸死更多人。这一次的连环炸弹很明显是针对 EOD， 他在现场放了那么多沙包，表示他很清楚你们的运作。江正勋他是 OC， 只有他才可以调动现场的一切。为什么你3番5次说江正勋是疑犯呢？如果我告诉你我还有一张照片呢？你没事吧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江正勋抱着莫西辛呢。当时我不想被他们发现，我一边逃跑一边拍这张照片。难道让他们站着不动让我拍啊？江正勋真的是莫西辛的奸夫啊！你说够了没有？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你跟他认识多久？他人怎么样？很讨人厌吗？推卸责任，私生活不检点，乱搞男女关系。你问够了没有？我跟他只是同事，哪知道那么多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断看你的右边。当人说谎为了符合逻辑，左脑会特别活跃，左脑支配右边的视域。是吗？我没有。喂，你干嘛？做个实验。你让江正勋碰你的头发，证明你跟他不止普通同事那么简单。我跟他是同事。不管你们什么关系。莫西辛他知道尹彪要抓奸，就跟江正勋合谋，把一切嫁祸给尹彪，然后就可以拿走尹彪的所有东西，跟江正勋远走高飞。这个我没用过，证明我只是一个无辜的替死鬼。妹子，你搞什么？帮忙！没事，有没有受伤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我是担心你有危险。把他抓去。我多希望救女主角的人是我，但我没静风那么好的身手。当女主角有点担心，有点怜惜，有点不忍心的眼神落在静风身上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居然有点酸。这种眼神，我跟她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得到过。今天新来的那位同事好像叫杨碧欣，对不对？喂，我听别人说他在马来西亚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当过管家，而且是大慈善家林先生介绍进来的，履历那么漂亮，为什么要来这里工作？那么奇怪。哎，正好给你们介绍，新来的同事杨碧欣。哦，您好。你们2个带她去参观一下。哦，好啊，我去工作。谢谢你。你们好。你好。哎呀，我刚来这里，肯定有很多方面都不懂，做错了。你们要告诉我啊！哎呀，大家是同事，要互相帮忙嘛。待会儿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送餐呢？哦，可以啊。不过呢，有一些院友对某些食物过敏，所以餐单上面呢会列出来的。你一会儿送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弄错了。哦，我会很小心的。那这份特别餐点是马勇的哦。马勇，你的早餐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叶朗琴不见了。叶朗琴吃早餐啦？
快出来吧。让我来吧。哦，朗琴，来，给你看样东西好吗？朗琴，你看，是不是萤火虫啊？你小的时候呢，最喜欢萤火虫啦。朗琴，你看看我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朗琴，吃早餐了！你别吓他！吃早餐！你不要吓他！你吓到他了！干什么呀？拉我干什么？乖。朗琴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乖，乖，乖。朗琴，在画什么？一起画啊！哎呀，你好可爱！干什么呀？你害怕？你的，好香啊！送给我好不好？送给我。老哥，老哥，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，快！啊！你在干嘛？我们一起画画嘛！啊，朗琴，朗琴啊，你的小毛巾弄脏了，我洗干净再还给你好吗？乖。你很喜欢画画吗？喜欢画画不用拽他头发，捂他嘴巴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神经病啊！他喜欢咬我，我喜欢被他咬，不行啊！我们是玩儿吗？我们神经病吗？我从没听说神经病说自己神经病。神奇，我就神经病哦！我该去吃药了，拜拜。叶劲峰头部受到撞击，淤血不多，已经散了，一直昏迷不醒，我们会密切观察。朗琴啊，来吃早餐了。你看，今天是柴鱼花生粥啊，吃一口好吗？啊，是不是很好吃啊？再吃一口。哎呀，滴到衣服上了。来。你自己吃好不好？你的小毛巾弄脏了，我洗干净再还给你好吗？你自己吃好吗？啊！马勇，吃早餐了。来，吃早餐了。
怎么会这样啊？他像是花生过敏发作，不过我们一直都很注意他的饮食的。黄护士啊，这条小毛巾是我在马勇的床上捡到。这条小毛巾是叶朗晴的，他刚才吃完柴鱼花生粥，用它擦过嘴。会不会是马勇拿去玩，所以才会过敏呢？哎，原来是这样。以后你们做事要小心点儿。知道，知道。马勇，哇，你想吓死人啊！起来，吃早餐了。花生糊又香又滑又有营养，来。你没病吧？我警告你啊，病好了不要再装病，马上出院，别搞朗晴。你知不知道朗晴才来了几天？啊，我偷拍了她多少照片呢？我还知道她最喜欢用薰衣草香味的洗发水，最喜欢哪种卫生巾。我连她刚刚来过月经都知道。朗晴这么可爱，这里这么好玩，我怎么舍得走啊？你只知道这些吗？那花生的香味你没闻到吗？啊？那条小毛巾啊！你对花生过敏，要吃药的，不吃会死的，敢不敢吃？你继续留在这儿，可能随时会死，你还敢不敢留在这儿？啊，你可以跟别人说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是神经病，有人信你吗？护士，护士，救命啊！护士，不吃也不要发脾气，走开！你睡了很久了，该起床了。就算你不起床，也让朱姬出来。你妹妹现在在医院，初步发现她患了很严重的余光恐惧症，不敢跟别人沟通。她现在很需要家人的支持，才能治好这个病。你快起来。谢师兄。韦医生，叶劲风什么情况？人的大脑很复杂，一个人昏迷，除了物理方面的伤害，也会受心理素质影响。简单的说，他现在可能是意识昏迷。韦医生，叶劲风涉嫌的是严重刑事，他要协助我们重案组调查，就算他醒了，我也不会让你带他去精神病院见叶朗晴。希望你能明白。谢谢韦医生。谢谢你。其实血字案是你师父陈 Sir 负责，你也知道他多紧张这个案子。如果你要叶劲风合作，也要先让他处理好家人问题。到底他在爆炸案扮演什么角色，也要进一步调查。别太着急。这个是太阳啊！太阳是我的情。对呀。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，在公园里死活不肯回家，后来你妈妈知道，原来你弄丢了小毛巾，你想找回来，不过也没找到。后来，妈妈买了一条新的，还在上面绣了个情字。
希望别人不会拿错你的小毛巾。妈妈的事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哥哥让我别生他的气。这样啊？哥哥说他不值得我们生气，不用记住他。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？记得，欣姐。欣姐啊，你能不能让我哥哥来看我？我好想他。好啊，我去找他。哥哥。要煮一锅颜色很深的、味道很浓的汤，他们两个就不会发现，就会乖乖的全都喝掉。如果不肯喝，不管是哄还是灌，也要让他们喝光。你是叶朗晴的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相信别人，怎可教出我心？將一位真我籠裏囚禁，誰有妄想走近？不相信未來，才埋沒感情，不稀罕去被愛。如何避免沒有大結局，有傷害？其實我期待着愛情相當固執，太小心還是太聰明，偏偏錯失。怕是誰成為習慣地天天對着放不開，才突發消失。承認我提防着自成一天變質，自信心頭上有光環，始終破黑帶着痛。